今天繼續寫跆拳道，到底是不是從空手道抄來的？他俩到底什麼關係？我先說自己理解吧。2017年之前，我覺得跆拳道、空手道只是很像，有許多的借鉴。2017年之後，震驚於韓國人太能抄了。因為2000年空手道进奧運會，2017年我就系統的學習了空手道，還背了很多日語，並考空手道国家裁判，对两者有了对比和发展逻輯的認知。但是韓國人他們做了兩個事兒，你又不能簡單說他抄的，這點後面我們再說。時間回到1910年到1945年，朝鮮半島被日本統治。根據韓國國家博物館《韓國現代武道史》明確記錄，當時韓國本土的傳統武道，比如台根、手搏、花郎道，全部被禁止傳播。而日本這邊的柔道、空手道、劍道則被納入學校和軍隊體系。所以那一代的韓國年輕人能接觸到的武道幾乎只有日本武道。因為本土武技被中斷，日本武道成為韓國人學習武技的唯一来源。這一步是現代跆拳道形成的底層基礎。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現代跆拳道之父，他的創始人叫崔洪熙，韓國將軍，也是韓國軍隊的創始人之一。崔洪熙不僅在韓國推廣跆拳道，還將其引入朝鮮，盡管這一行為在歷史上備受爭議。他領導的國際跆拳道聯盟在全世界擁有120多個會員國家和地區。崔洪熙被認為是跆拳道的創始人，但他與世界跆拳道聯盟在1973年因政治原因分道揚鑣。現在 WTF 在宣傳跆拳道歷史時並未提及崔洪熙，而 ITF 則將他視為跆拳道的重要人物。根據世界跆拳道聯盟 WT 官方檔案，1937年19歲的崔洪熙去日本京都留学，進了立命馆大学。他在日本系統學習了松濤館流空手道、传越义真創立的主流空手道。短短3年內，他拿到了空手道2段到3段的資格，甚至在日本 YMCA 教過空手道。同時，他一直研究濒臨失傳的韓國傳統腿法。這裡有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崔洪熙是先學空手道，再把本土腿法融進去，這就是跆拳道後來的技術人才。1945年韓国獨立，大量在日本學空手道的年輕人回國開館。韓國武道學會官方考證顯示，當時出現了9大道館，全部叫唐手道或空手道，技術、訓練方式、道服、禮儀全部沿用日本空手道体系。崔洪熙也在這個時期把自己的空手道框架加台根腿法帶入韓國軍隊，這是跆拳道的最早雛形。那時它還不叫跆拳道，所以它的骨架是空手道。1955年4月11日，被韓國武道命名委員会正式定名為跆拳道，出處是韓國文化院公開的歷史檔案，名字本身就暴露了它的本質。跆腿法來自韓國傳統台根，拳法來自空手道，道禮儀、段位、精神體系來自日本武道。所以跆拳道從誕生第一天就是本土武技加空手道框架加日本武道精神。當然，这個日本武道精神是需要打個問號的，因為我們知道現代跆拳道文化內核大部分是中國的思想，約佔60%到70%直接源自中國，涵蓋易經、太極八卦、儒家禮儀、道家陰陽五行等。有2個原因，一個是朝鮮半島1000年都是中國藩属國，所以中国文化一直就是主流。第二個，空手道的前身是琉球國的唐手，唐手也是我们传过去的，所以空手道的文化內核也是我們，這也是後來90年代進入美國，2000年後迅速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繼續扒跆拳道從空手道都抄了哪些東西。首先，道服、禮儀體系完全照搬空手道。我們現在看到的跆拳道白色道服、繫腰帶、赤腳訓練、道場鞠躬禮，以及武道核心的始於禮、終於禮精神，全部不是原創，而是直接來自日本空手道，尤其是松濤館流。這一點有傳越義真空手道講義原文記載，也有韓國跆拳道博物館收藏的早期道服禮儀文物作為實物證據。其次，段位制度1:1複製空手道。空手道的等級體系是10級9段，而跆拳道創立之初直接沿用，不僅等級數量一致，腰帶顏色劃分、段位晉升的邏輯規則也完全相同。這份原始設定清晰記載在1966年 ITF 國際跆拳道聯盟的最初章程裡。第三，技術結構與品勢源自空手道的形，跆拳道最基礎的衝拳、手刀、上中下格擋，以及弓步、馬步等基礎步行，還有早期八卦品勢、
以及後來的太極章动作結構、演練節奏，都与松涛馆空手道的形高度一致。這一結論已被早稻田大学2016年相關武道歷史博士論文嚴謹考證。我練的空手道的时候就很疑惑，這也太像了，只是細節有区別，實際大差不差。松涛馆太极初段对应跆拳道太极1章，平安1到5对應跆拳道太极2到5章，太極6到8章才是跆拳道原創和拓展。第4个，完整訓練模式直接沿用，熱身、基本功練習、形品勢訓練、實戰對抗，最後放鬆整理。這套標準訓練流程就是空手道100年傳承的訓練體系。我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沒有空手道就沒有現代跆拳道的制度框架與技術基礎，這是無法繞過的歷史事實。跆拳道究竟是如何擺脫抄襲獨立出來的？主要有2步，一個是強化腿法，建立自己的體系，一個是體育化、商業化、奧運化。由於這2個的推動，導致哪怕以前兩父子有多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現在也是2家人。先說全面強化腿法，現在的跆拳道全腿使用比例大概1:9，空手道是6:4，就是因為跆拳道深度融合了韓國傳統武道台根的技法，把高踢、旋轉踢、騰空踢、連續踢系統化放大，讓腿法在整個技術體系裡的佔比達到了90%左右，和空手道以手技為主、低踢為主的風格徹底區分開。崔同熙1972年出版的《跆拳道》一書明確記載了這套腿法體系，所以1960年代後出現的高難度腿法完全是原創。而韓國1790年的武藝圖譜通志裡也記載了台根腳系以踢頭、踢肩為優，為現代跆拳道的高腿法提供了扎實的本土歷史依據。1955年，崔同熙將之正式定名跆拳道，結束了此前唐手道、空手道、台根等名稱混亂的局面。1959年，他出版《跆拳道教本》，建立起獨立的技術與教學體系，正式脫離空手道框架。1966年 ，ITF 國際跆拳道聯盟成立，發布獨立章程，段位和禮儀雖然保留了相似形式，但技術標準、品勢、實戰規則全部自主決定。到1973年 ，WPF 現在的 WP 世界跆拳道聯合會成立，跆拳道徹底走上奧運競技路線，弱化拳法，強化腿法得分，簡化對抗規則，陸續引入護具與電子護具，競技模式和空手道完全區分開了。提一嘴為啥改名字，其實挺搞笑的。世界跆拳道聯盟2017正式更名為世界跆拳道，改名原因是縮寫 WPF 在英語語境中與網絡粗話 What the F 某某配合，讓我先笑一會兒。後面跆拳道不斷優化規則，推動標準化、大眾化。1988年漢城奧運會成為表演項目，2000年悉尼奧運會正式成為比賽項目，一步步走向全球，並成為學習人數世界第一的格鬥類運動。同時，他還確立了禮、義、廉、恥、忍耐、克己、百折不屈的武道精神，和以禪與武道修行為主的空手道形成鮮明區別，最終被定位為韓國國際，成為獨立的民族武道符號。